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兜兜。萧炎消瘦的黑色身影出现在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，他探出左手，对着那名魂族斗圣轻轻一握，那人连惨叫都未曾发出一声，便凭空爆成一团血雾。住在迦南学院的人全都当场呆滞时，魂游如同见鬼一般身形暴退，惊恐地喊着萧炎的名字。听到这个在学院中经常出现的名字，刚刚恢复了一点的众人再度如遭雷击。萧炎，那个曾经在迦南学院历史上留下了璀璨一笔的传奇学生。苏千原本绝望的心顿时涌现激动，今日有救了。人山人海中突然爆发出一道道窃窃私语，所有学员都眼带亮光，看向一身黑衫的萧炎。满脸惊骇的魂幽大喊着撤退。虽然他没有和萧炎直接交锋过，但连比他强的魂灭生都陨落在了萧炎的手中。他并不觉得自己有能力可以和萧炎抗衡。看到那些黑袍人在萧炎现身后直接就被吓退，不少学员顿时心血澎湃，甚至还有不少人激动得浑身颤抖。雕像上的萧炎微微一笑，他轻抬脚步缓缓落下。既然来了，何必急匆匆地走？魂殿都被我毁了，你们这些残余留着又有什么意思？随着他脚步的落下，一股恐怖的无形波动闪电般蔓延，紧接着天空上那一道道逃窜的黑影突然爆成一团团血雾，甚至就连他们的灵魂也在那一刹被生生震爆。苏千和千百二老对视一眼，他们的眼中都带着浓浓的骇然。萧炎这杀斗尊就跟杀鸡一样，他的实力得多么恐怖。唯一逃脱的魂幽喷出一口鲜血，他眼睛赤红，大喊着说萧炎保不住这里，等他魂族大军一到，这些人全都必死无疑。萧炎嫌魂幽过躁，他的手掌猛地隔空一握，一只粉红色的火焰巨掌从魂幽头顶落下，直接一巴掌将他打得对着遥远处掉落。魂幽落下时，那里的方向突然有着数道身影飞来，这些人在苏千等人警惕的目光中出现在学院上空。感受到他们属于斗圣强者的恐怖气息，苏千和千百二老头皮一炸。在他们惊骇间，魂幽没有生机的尸体被他们扔下，重重地砸落在下方的一道擂台上。一道笑声从天空上响起：苏千，看来你很适合管理学院啊。芒天尺苍老的身影出现在所有人的目光中，他笑眯眯地望着苏千等人，而后在学院中扫了扫，满意的点点头。这里现在的规模可比他当初离开时不知道好上多少。芒天尺抬头望着天空：萧炎小哥，这里可都是老相识了，难道还要躲藏不成？萧炎带着薰儿以及联军中的强者落下身，他冲着苏千抱拳：大长老，多年不见，别来无恙啊。薰儿在萧炎身后抿嘴一笑，和苏千大长老打招呼。苏千含笑点头，不等他说话，一道身影从他身后跃出，一把将薰儿直接搂了起来。薰儿看清面前的人是虎家后，无奈地笑着说：他还是这副脾性。虎家嘻嘻一笑，夸赞薰儿越来越迷人了，就是看起来好像还是没有逃过萧炎这个家伙的魔掌。一旁的吴昊收好重剑，和萧炎对视一笑，望着这些熟悉的脸，萧炎心头也忍不住有些波动。他看向苏千身后的萧玉，不由得吹了一声口哨：看来你很喜欢当导师啊。萧玉脸颊微红，轻刮了萧炎一眼，娇嗔着说：他倒是舍得回来。小时候的萧玉还会因为萧炎吹口哨的轻佻举动生气，现在他却一点都不抗拒这种嬉闹，反而心中还有些期盼。但他也明白，萧炎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敢偷窥他泡澡的调皮孩子。萧炎正和校门负责人说话时，解决完魂殿其他人的彩铃几人出现，看着萧炎这边全是斗圣实力的10来人，苏千等人有些心惊肉跳。好半晌后，他们苦笑着问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萧炎和芒天尺对视一眼，脸色凝重地说：有些麻烦事。对于古地洞府可能在地底岩浆世界的猜测，芒天尺有些难以接受，毕竟当初封印陨落心炎时，他可是深入过岩浆世界的。听到芒天尺让他尽快将学院的学员疏散，苏千有些迟疑，这么多的学生，他们一时半会儿要往哪里疏散？更何况学院也没有那么多人手保护他们安全离开。见他们为此烦恼，萧炎摆摆手，到时候将学员们尽数收入天幕，躲一阵子就好。苏千点点头，他吩咐长老们安抚学员后，便带着众人前往学院的议事厅。
议事厅中，听到萧炎说黑角域不少势力已经被魂殿血洗，苏千等人脸皮一抖。他苦笑着说，黑角域和魂殿应该没有太大的恩怨吧。王天尺斟酌着将中州上发生的一些事情缓缓道来，其中便包括了如今的联军和魂族对抗之事。苏千和千百二老以及吴昊等人都对萧炎这些年的成就感到惊叹。惊叹过后，他们就有些惊讶，这次招来横祸竟然是因为学院下方的那片岩浆世界。王天尺点点头，魂殿的手段向来狠毒，为了得到他们需要的东西，抹杀黑角域所有的生灵，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以办到的事情。听到萧炎说这次来的仅仅只是一批先头部队，或许不久后魂族大军便会赶到，苏千等人一脸苦笑，这对他们来说可真算得上是飞来横祸。他们在这好好的教导学生，竟然引来了大陆上最强横的势力。今日若非萧炎等人及时赶到，黑角域少不了一番血流成河。萧炎笑着安抚苏千，魂族虽强，但联军也不惧他们，迦南学院断然不会让他们轻易给毁了。苏千摇摇头，学院倒是小事，人没事便是最好的。他看向萧炎的目光带着柔和和欣慰，感慨地说着，这么多年的历练，萧炎也从当年的毛头小子变成了真正的强者。当年大长老的教导之恩，萧炎可一直铭记着。萧炎的语气十分真诚，当年他初来学院，苏千在很多事情上都给了他不小的照顾，从某个程度上来说，苏千也能够算是他半个老师。苏千摆摆手，萧炎既然来了迦南学院，那些本就是他们的分内之事。王天尺在一旁怪笑，萧炎现在可是能够跟他族长平起平坐，但在这里的话，说起来他还压萧炎一头呢。想到萧炎这个年轻一辈绝对的第一人是从他的学院中出来的，王天尺心中便是一阵得意。萧炎让王天尺他们这段时间多加注意，一旦发现魂族强者出没，便发警告，联军后续的部队也会逐渐赶来。薰儿眼睛一眨，那萧炎哥哥呢？萧炎沉着声音说自己要再去一趟岩浆世界。薰儿有些担忧，如果下面真的有古地洞府的话，危险程度可不好说。他想着和萧炎一块下去，但这次他们出来带的人手并不多，萧炎让他们好好照看住学院。以他的实力，就算岩浆之底有着堪比魂天帝那种级别的强者，他虽说打不过，但若是要跑的话，应该还是可以的。见萧炎坚持，薰儿只好点点头，嘱咐他小心一点。萧炎站在天焚炼气塔底层，通往岩浆世界的入口处，他手掌一招，众多无形火焰在他手上凝聚成陨落心炎。经过数十年的成长，这团无形火焰比起当年强壮了许多。这些年为了培育这朵陨落心炎，苏千他们可没少费苦心，所幸一切都是值得的。因为长久培育的缘故，这朵陨落心炎对于苏千他们的指挥丝毫不会抗拒，这也让天焚炼气塔的效果比当年更甚。萧炎笑着点点头，他屈指将这朵在他手中瑟瑟发抖的陨落心炎弹回，而后再度看向薰儿等人，等我出来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豆豆就讲到这里啦，我们下集再见，拜拜。